上集说到，学院面试在亨利的协助下有惊无险的通过了。为了奖励阿尼亚，老艾德租了个城堡陪他疯玩了一整天。那么接下来就只剩下入学前的准备工作了。在上学前，定制一套学院制服是必不可少的。于是，一家人来到老字号裁缝店，首先便是给阿尼亚测了测身高，99.5。阿尼亚高兴地对父亲表示，他也长高了2毫米呢。被老艾德无情回应道：“你那只是测量误差吧。”不过老板娘表示，这可说不定，小孩子嘛，长得很快的，得到了悦儿的赞同。那既然这样，老艾德让老板娘将制服预留些生产空间，能穿得更久一些。这时候，老板娘突然冲悦儿说道：“没想到悦儿小姐竟然都结婚，还有孩子了，而且还考上了名校伊甸学院。前段时间一家人过来，早告诉她一声就好了。”悦儿一脸尴尬，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于是老板娘又将矛头指向了劳埃德，问起劳埃德是不是也从伊甸学院毕业的。劳埃德赶紧表示，他只是从乡下的3流学校出来的。一听这话，老板娘就要提醒一句了。伊甸名校的校友家长和非校友家长间是有隔阂的，这似乎也造成了学生间的歧视和霸凌。此外，还有住宿生和走读生发生冲突的问题。说起走读生，那绑架事件也是常有发生的。阿尼亚已经被吓成了苦瓜脸，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学校生活，哆嗦着冲父亲表示，他能不能不去上学了。老板娘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吓到孩子了，于是便安慰道：“学校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事呢。”看阿尼亚的表情就知道根本就不信。很快，尺寸量好后，老艾德确定了订单，过段时间就能来取货了。本以为只是几件衣服而已，付过钱后，老艾德才知道伊甸学院的含金量，并且除了制服外，还要准备其他用品，也不知道他的钱包顶不顶得住。出了店，走在街上，老艾德就发现阿尼亚在东张西望，一问才知道这货还在担心会不会被绑架。见时候已经不早了，老艾德便提出今儿个就在外面吃饭吧。于是，一家子来到餐厅里，本来只想好好吃个饭的，结果看着盘子里用酱汁拼成的暗号，老艾德嘴上说着好美味的样子，实际已经读出了其中的信息。5天后的下午1点，在秘密基地地召开作战会议。时间飞快流逝，很快就到了5天后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原来是裁缝店打来的，正巧制服也在这一天做好了。看着一脸不安分的阿尼亚，老艾德只能将他拜托给了约尔，让约尔带他去取制服，他临时有工作要处理。再次嘱咐母女俩晚饭自己解决后，老艾德便出发了。来往行人不多的街道上，秘密基地地其实就是街头小巷子里一间无人照相馆。走进其中，投下一枚硬币后，身前的镜子里出现了老艾德冷峻的脸，确认过眼神是自己人。下一刻，整个屋子就晃动了起来，内部空间就这样变成了个电梯，直通向地底下。秘密基地地这就到了，走进里边才发现别有洞天，其实跟个普通公司也差不两样。坐在正中的眼镜妹便是西国情报局的管理员，老艾德的顶头上司。刚要询问叫他来有什么事儿，管理员就咆哮着让他先解释那巨额的承包费用。哦对了，这是追加的账单，小孩子嘛，上去开销可是很大的。就是这个没皮没脸的劲儿，管理员也不想再和他扯这些了，开始进入正题了。今天叫他来是对行动第2阶段的进度确认，成功打入学校后，接下来就该着手联谊会了。但要想有资格接近目标人物，还得先聊聊这伊甸学院的特殊体制。伊甸学院全校学生有近2500名，采取6到19岁的13学年制，无论是在文体还是艺术，各领域都是首屈一指。而在这样的精英学校里，进一步散现出来的特等生被称作皇帝的学生，享受着特别的待遇，其中一条便是参加德斯蒙所属联谊会的入场资格。而想要成为特等生，就必须取得8枚被称作新的奖章，据说是根据优异成绩或对社会贡献来授予的。所以眼下首要任务便是让阿尼亚获得8枚星，成为特等生。当然，必要时候用些不正当手段也是可以的。在这一点上，老艾德非常赞同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有奖章也有扣分项，成绩不佳或者品行不端也会被给予称作雷的扣分项，同样是累计8个就会被勒令退学。这一点上还得多加小心。老艾德嘴角一笑，看上去贼有信心，可实际内心已经感到异常不安。就这几天看来，阿尼亚真的靠谱吗？而此刻，另一边的阿尼亚已经换上了崭新的制服，还别说，这贵族气息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还不问问母亲自己可不可爱。约尔瞬间化身捧场下，直呼太可爱了。既然这样，阿尼亚又换了个 pose， 那这样的阿尼亚可爱吗？约尔连40都没变，直呼可爱死了。一旁的老板娘都看不下去，让他们也该回去了。就这样，连衣服都懒得换回去，2人就这么上街了。见阿尼亚心情大好，约尔便决定顺路去公园逛逛。到了公园，见这个人，阿尼亚就上前展示自己的制服和可爱模样，引来了一堆家长的羡慕。毕竟这可是伊甸名校的制服呢。这时，听得其中一孩子吵着肚子饿了，让约尔突然想起在面试时被问的料理一事，总觉得有些对不住阿尼亚。虽说他们并非真正的一家人，但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多给孩子尽母亲的职责。想到这儿，就见阿尼亚高兴地跑来告诉他，所有人都看过阿尼亚的可爱了。约尔也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兴致勃勃地告诉阿尼亚，一会儿去趟超市，今儿个就由他来做饭。阿尼亚投来了期待的目光，但还是问了一句：“母亲会做饭吗？”约尔表示他会加油的。而就在此刻，母女俩的身影被不远处的一群小混混给盯上了。一路尾随着看着2人进了超市。小女孩那行头一看就是伊甸学院的贵族千金，而她身旁那女的应该是保姆之类的吧，毕竟有钱人才不会自己出来买东西。而此刻在超市里，毫不知情的约尔正看着完全分不清种类的菜品，心想着随便买点菜和肉应该就能捣鼓出点什么吧。对此也毫不知情的阿尼亚则还在各处彰显自己的可爱，甚至有点兴奋过头，没等约尔付完账就先出去了。可就正好让门口的小混混找着机会了。阿尼亚被一把捂住了嘴，都不需要听这些人说什么，从面相就能看出来是坏人。没想到先前裁缝的阿姨说的话这么快就应验了，
混混们本想着那保姆会拿钱来赎人，可等来的却是当头一击。月儿只用手提袋就将人抡飞了，买的菜品也散落一地，脸色比看杀手工作时还要可怕。那抓着阿娘的混混看着被打发的同伴，还笑着表示这下可还得加上医疗费呢，所以识相的赶紧把钱包交出来。月儿黑着脸拿出钱包，毫不客气的表示钱已经花光了，想要你们就尽管来拿。话说的很严肃，但买个菜都能把钱包买空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小混混一听，抓起了地上的南瓜，表示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扒了这孩子的校服去卖着也不错。所以你这个臭保姆，赶紧给我滚回乡下去吧！说着就举起南瓜要砸向月儿，可下一秒他就眼睁睁看着手里的瓜被月儿徒手捅了个稀巴烂。月儿徒手劈瓜的名场面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的。今日保姆竟然还有这种技能，小混混急了。然而月儿更急，怒斥着谁他妈是保姆啊？他是孩子他妈！这惊人的气势直接就给那群小混混给吓跑了。见母亲为了自己大发雷霆，阿娘瞬间就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赶走了混混，月儿一把将阿娘抱在怀里，抽泣着向阿娘道歉，全都怪他大意。别看刚才那勇猛劲儿，可谁家孩子在绑匪手里，做家长的能不怕呢？绷紧的神经一松掉，月儿只觉得自己好没用，既没看好阿娘，买来的食材也成了这副模样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阿娘却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安慰道：“阿娘很喜欢又帅又强的母亲。”这宛如小太阳般的阿娘，让月儿真切地体会到了为人之母的感动。不过转头就见阿娘学得有模有样的，可真的有个难为情的。这时阿娘突然提议，要不母亲给阿娘特训吧，因为当一类学生会有很多危险的。阿娘想变得像武器一样强，在学校就不会死掉了。虽然表达上有些问题，但月儿很清楚，这是现阶段她唯一能帮助这孩子的方法了。尽管她无法像寻常母亲一样，但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做出了决定，母女俩便即刻回家准备特训。忙碌了一天的老大侠回家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母女俩搁这打拳呢，声称是为入学做准备。不知为何，心里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烈了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今天过家家任务期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为了家的新朋友，阿娘要时刻保持笑容。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